我的工资只有7000，每个月却要拿出5800帮大姨子还车贷。我从没催过她一句，她也从没说过一声谢谢。直到那天聚餐，她当着全家人的面开口了：“妹夫，我看上了一款188万的新车，你帮我付定金。”餐桌上的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停下了手中的筷子。大姨子见我没有立刻答应，猛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我弟弟马上就要谈婚论嫁了，这车是给他充门面用的。你天天吃我们家喝我们家的，现在让你出点血，就像要了你的命一样。”我心里泛起一阵冷笑，就因为大姨子和妻子的关系好，妻子才同意我替大姨子还车贷。这2年半我每个月按时打过去的5800，早就够买一辆普通的代步车了。可这些钱被他弟弟全拿去赌了。我抬头看向妻子林曼，试图从他那里得到一丝偏袒，可林曼的眼神里充满了不耐烦。你别这副死样子，我姐让你出钱你就出，磨叽什么？我现在是上市公司的业务经理，每天经手的合同都是几千万，你非要为这几10万块钱在饭桌上给我丢人吗？这句话像一把冰冷的刀子，直接斩断了我对这段婚姻最后的念想。想当初我们在大学里相恋，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坚决要和我在一起。那时候的他眼睛里是有光的，如今只剩下对金钱的渴望。岳母在一旁阴阳怪气的开了枪：“曼曼现在可是出息了，公司里多少富家公子哥排着队追求她。那个赵氏集团的赵少爷，昨天还给曼曼送了一整车的进口玫瑰呢。”就是啊，赵公子那才是真正的豪门阔少。沈渊，你要是识相，就乖乖的把定金拿出来，不然明天就让我妹妹跟你去领离婚证。面对他们的威胁，我没有任何愤怒的表情。好，这笔钱我来想办法。大姨子得意的冷哼了一声，妻子林曼也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等这句话已经等了整整2年半了。我站起身，拿起椅背上的外套。公司还有代码要跑，我先回去了。我没有理会背后传来的嘲讽声，径直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家。我掏出手机登录了一个系统，这套系统是我当年亲自研发的，拥有最高级别的加密防护和穿透能力。不到10秒钟，系统成功锁定了大姨子名下所有的消费流水，并清晰地标注了时间和地点。这就是我每个月替她还车贷的真正原因。我表面上是个底层程序员，实际上我精通追踪技术，同时我也是沈家的独子。我手指飞快地敲击着屏幕，调取了那个新车定金的收款方信息。随后我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这笔钱根本不是用来买车的，收款账户是一个空壳公司，而这家空壳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正是那个疯狂追求我妻子的富二代赵凯。林娇的弟弟在赵凯的厂子里输光了家底，赵凯故意设局让林娇来找我拿钱填坑，而林曼还以为赵凯是他职场上的贵人，殊不知赵凯早就盯上了林曼所在的公司，他正在利用林娇这个蠢货做内应，一步步抽干林曼公司的核心业务资金。我关闭了追踪系统，拨通了财团首席的加密专线，启动对林曼公司的全面做空程序，3天之内我要看到他们资金链彻底断裂。电话那头传来恭敬的回复：“少爷，您隐姓埋名这么多年，终于准备收网了吗？”我挂断了电话，没有回答。夜色彻底吞没了我的身影。第2天一早，我按时来到了林曼所在的公司大厦。刚走进1楼，我就看到了辣眼睛的一幕。林曼站在电梯口，他的身边站着一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男人，正是那个所谓豪门阔少赵凯。赵凯手里捧着一束夸张的红玫瑰，正低头对着林曼说着什么。林曼听后瞬间脸红了起来，他看向赵凯的眼神里充满了贪婪。大姨子林娇也站在一旁充当着僚机，满脸堆笑着讨好赵凯。我迈着平稳的步伐朝他们走去。林曼最先看到了我，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沈渊，你来这里干什么？这3年我已经把青春都浪费在你身上了，我不想再跟着你受穷了。你除了每天对着电脑敲键盘，连我买个名牌包都要攒半年的钱。赵凯转过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全是蔑视。哟，这就是曼曼那个无能老公啊，幸会幸会。赵凯故意抬高说话音量，引得周围路过的员工纷纷窃窃私语。大姐林娇立刻冲上前来，指着我的鼻子：“沈渊，你别在这里碍眼，定金你准备好了没有？要是拿不出钱，今天就别想站着离开这扇大门。”我看着眼前的跳梁小丑，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林曼，你确定要和这个人走得这么近吗？你公司的账目可能已经出大问题了。”林曼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随后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沈渊，你是不是疯了？赵少爷昨天刚给我们公司注资了3个亿，马上就要进行全面收购了。你一个穷光蛋，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赵凯装出一副深情的模样，拉住林曼的胳膊：“曼曼，你别跟这种底层人废话了，掉价。等收购仪式一结束，我就给你换一栋大别墅，把你全家都接进去享福。”大姨子林娇听到大别墅3个字，眼睛都直了。她迫不及待地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用力拍在我的胸口上：“沈渊，你赶紧把字儿签了，别耽误我妹妹的豪门少奶奶生活。”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份文件，上面赫然印着离婚协议书5个大字，条款写得清清楚楚，要求我净身出户，放弃婚房的所有权，还要承担林娇那30万的定金债务。林曼双手抱胸，冷冷地看着我：“签了吧，给你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我抬起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林曼根本不知道自己正站在悬崖的边缘。我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签字笔，在协议书上果断签下了我的名字。林曼愣了一下，他似乎没料到我会答应的这么痛快，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很快就被赵凯的一声轻笑打断了。算你小子识相，以后别再纠缠曼曼了，不然我让你在这座城市混不下去。大姨子林娇一把抢过离婚协议书，像护着宝贝一样塞进包里。赶紧走，工作人员在哪里？快把这个穷光蛋轰出去！
几个工作人员立刻围了上来，对我做出了驱赶的手势。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推搡，只是将签字笔缓缓放回口袋，目光扫过眼前这3个自以为是的人。希望3天后的收购发布会上，你们还能笑得这么开心。说完，我转身大步走向玻璃旋转门，身后的赵凯发出了放肆的狂笑。一个只会敲代码的屌丝也敢来威胁我，简直是不自量力。我走出大厦，猛烈的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坐进了一辆黑色的顶级轿车里，车内的高级助理递给我一条热毛巾，然后恭敬地递上一杯温热的手冲咖啡。少爷，临交那笔定金已经转入赵凯的洗钱账户了，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打包好，成了法庭的铁证。赵凯利用临交弟弟做的局，相关证据也已经拿到手了。林曼公司的核心业务数据也已经全部切断，他们现在就是一个空壳。我接过平板，看着屏幕下跌的数据曲线，眼神冷得像冰。很好，不要打草惊蛇，我要让他们在发布会那天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车子缓缓启动，驶入车流之中。林曼和大姨子以为甩掉了一个累赘，却不知道他们亲手掐断了唯一的生路。3天后的国际金融中心，林曼公司被收购的签约仪式正隆重举行，所有的媒体和商界大佬都会到场见证。赵凯以为自己可以不花1分钱套住整个公司，林曼以为自己即将踏入顶级豪门，成为人生赢家。大姨子临交甚至已经提前预定了奢侈品店的限量版包包。所有人都在做着一夜暴富的春秋大梦，而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当幕后真正的老板推开会议室大门时，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一场灭顶之灾。回到财团总部的办公室，我坐在纯黑色的办公桌前，3块监控屏幕实时追踪着他们的交易记录。林强拿到跑车钥匙后嚣张到了极点，他没有立刻开回家向其他亲戚炫耀，而是把那辆深红色的跑车直接开到了我租住的旧公寓楼下。那个旧公寓是为了迎合林曼装穷而故意租的。林强在楼下疯狂地狂按汽车喇叭，刺耳的声音引来了周围所有邻居的围观。他就是要当众羞辱我这个刚刚被扫地出门的姐夫。我虽然人不在那栋破旧的公寓里，但公寓楼下的公共监控早已被我远程接管。我冷冷地看着屏幕里林强那副嘴脸，直接在键盘上敲下了一行底层代码。那辆跑车的车载中控系统正是出自我名下的科技公司，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获取该车辆的最高控制权限。林强正坐在驾驶座上，拿着手机开着直播。跑车的中控屏幕突然闪烁起刺眼的红光报警，紧接着所有的车门和车窗瞬间自动落锁封死，发动机发出一阵沉闷的报鸣声后，彻底断油熄火。林强在车里吓得拼命拍打车窗，周围围观的邻居指指点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没过5分钟的时间，2辆闪着警灯的巡逻车呼啸着冲进了小区，几名帽子叔叔拉起警戒线，迅速包围了那辆跑车。车里的人立刻下车接受检查。林强在车里急得满头大汗，疯狂砸着方向盘，他根本打不开彻底锁死的车门。帽子叔叔见他拒不配合，直接采取强制措施，用破窗锤砸碎了侧面车窗。林强从车里被死死地拖了出来，当场被按在地上。原来这辆跑车不仅涉嫌走私漏税，更是牵扯到一宗洗钱案。林强还在拼命地挣扎，说自己未来的姐夫是富豪赵凯，结果帽子叔叔根本不听，直接把林强押进了警车。这段补画面被周围邻居拍下，直接传到了网上。我看着林强狼狈不堪的样子，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这只不过是开胃小菜，真正的绝望还在后面等着他们。大姨子林娇接到帽子叔叔的通知后彻底慌了神，她疯了一样拨打林曼的电话求救，而此时的林曼正焦头烂额，他所在的公司遭遇了致命的技术危机，公司的核心数据库在10分钟前突然全面瘫痪，所有大客户的机密文件、交易流水全部被锁定，没有最高权限的解锁密钥，公司将在24小时内面临超过5个亿的违约赔偿。公司的客户电话已经被彻底打爆了，供应商们在公司楼下要求立刻结算尾款。林曼的顶头上司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如果明天拿不到赵凯的收购资金，林曼不仅会被公司立刻开除，还要背负无法估量的责任。这时他把拯救公司的所有希望寄托在了赵凯的身上。赵凯带着几个所谓的技术专家火速赶到公司大楼，对着满屏的乱码鼓捣了整整2个小时，却毫无头绪。赵凯为了掩饰自己技术团队的无能，毫不犹豫地把脏水全部泼到了我的身上。曼曼，这绝对是沈渊那个屌丝故意搞的破坏。以前你们公司就是他帮忙敲的代码，他这是因为被你甩了，怀恨在心，故意报复你和公司。林曼对赵凯的这套说辞深信不疑，他在骨子里就看不起我，现在更是把我当成了毁掉他前程的罪人。林曼怒气冲冲拨通了我的电话，我看着来电显示上无比熟悉的名字，按下了接听键并开启了录音。沈渊，你立刻把公司的数据库密钥交出来，你要是敢毁了我的事业，我绝对不会放过你这个穷光蛋。我的声音异常冷静，没有任何情绪起伏。公司的系统故障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们既然找了赵少爷这个靠山，为什么不让他用钱帮你们砸出一个解决方案呢？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赵少爷是做大生意的人，怎么可能懂你们破烂代码？我限你半个小时内立刻滚到我的公司大楼。我毫不留情地挂断了电话。对于这个已经被权力和金钱彻底腐蚀的女人，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时间。我没有理会林曼的威胁，而是通过内网直接调出赵凯那家空壳公司的真实账目。赵凯正在利用数据库瘫痪，疯狂低价抛售林曼公司的核心优质资产。他把套现的资金化整为零，全部转移到了海外的账户。林曼还在做着豪门阔太太的美梦，却不知道自己早就变成了一个替罪羊。半个小时后，林曼带着几个工作人员直接冲到了我曾经租住的旧公寓楼层，他们暴力踹开了公寓老旧的木门，却发现里面早已经空无一人，只有一台正在运行的旧款笔记本电脑。林曼冲过去想要砸毁那台电脑泄愤，屏幕上却突然自动跳出了一段高清的视频画面，画面里大姨子林娇在黑车行进行交易的录像。旁边还附带了一份详细的资金流向单，清楚地记录了那30万的定金是怎么流入赵凯口袋中的。林曼的瞳孔猛地收缩，他不愿意相信心中的豪门公子是假的。这不可能！
肯定是沈渊用电脑技术伪造的假证据，他就是嫉妒赵少爷有钱，嫉妒我马上就要过上人上人的好日子了。林曼像个失去理智的疯子，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喊：“把这台破电脑给我彻底砸碎烂掉！”几名工作人员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动手破坏这份核心证据。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曼的手机铃声再次响了起来。曼曼，你快去求求赵公子，让他拿钱来救救强子吧。帽子叔叔说强子有罪，最少要判10年重刑啊！林曼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握着手机，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他终于意识到事情完全脱离了他的认知，但他依然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随后，林曼像疯了一样冲出旧公寓，他要当面去找赵凯问个清楚明白。而此时的赵凯正躲在一家私人会所里，他左拥右抱的开着香槟，庆祝自己即将完成一笔完美的收割。赵凯正端着一杯红酒向他的朋友们吹嘘，炫耀自己是如何低成本拿下了一家公司，如何把林曼这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全在我的监视之下。他所转移出去的每一笔钱，都已经被我的系统死死锁定在了一个虚拟的数字资金池里，他账面上的那些巨额数字早已经被我的程序替换成了乱码。距离收购签约的大点还剩下最后12个小时的时间，整个城市的商业圈和媒体都在密切关注这场充满噱头的盛大并购案。林曼的公司已经被赵凯逼到了破产清算的边缘，只有明天的签约仪式和注资才能给他们带来最后一线生机。我平静地坐在巨型监控墙的旁边，吩咐我身后的高级助理准备好明天所有的证据文件，我要在全城媒体的镜头前把这几份大礼亲自送到他们的手上。这场闹剧已经到了该彻底收场的时候。我打开身后的智能衣橱，拿出一套定制的西装，明天我将以首富唯一继承人的身份亲手摧毁他们的财富幻想，让他们体会一次从云端跌入地狱的极致快感。另一边，林娇在包厢找到了赵凯，在他得知一切真相后，立马和赵凯撕破脸。赵凯见状，对着门外的大汉使了一个眼色，几名大汉立刻冲进包厢，揪住林娇的头发，将她强行拖了出去。走廊里回荡着林娇凄厉的惨叫声和谩骂声。赵凯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他正拿出另一部备用手机登录一个系统，准备将今天从林曼公司套现一笔资金转移到一个私人账户，只要这笔钱安全落地，他明天一早就会直接逃到海外，把烂摊子全部留给林曼去承担。我看着屏幕上正在读取的进度条，冷笑了一声。想跑？你以为这座城市的防火墙是摆设吗？我迅速敲击出一串拦截代码，赵凯手机屏幕上的转账进度条在99%的地方突然卡死，紧接着整个屏幕变成了一片猩红的警告色，屏幕中央跳出一个巨大的乱码，弹窗显示资金已被全额冻结。赵凯在包厢里猛地站了起来，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不顾林曼诧异的目光，直接冲进了洗手间，反锁了房门。赵凯满头大汗地拨通了一个电话，不管你们用什么代价，立刻把我的资金通道打通，我被人盯上了，资金路都被封死了。电话那头的黑客立刻启动了反追踪程序，试图强行破解我设置的拦截网。我的屏幕上立刻弹出高频攻击的警报，我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我只用了一只手敲击键盘，瞬间释放了隐藏在节点后方的代码。海外黑客的服务器在接触代码的瞬间，程序直接过载。不到半分钟，对面的攻击熄火，赵凯的手机彻底黑屏，变成了一块毫无用处的板砖。他抱有幻想的财富在这一刻全部化为了泡影。他瘫坐在洗手间的马桶上，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他意识到自己惹上了一个惹不起的人。大姨子林娇被大汉丢出会所门外，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他现在不仅背负着巨额贷款的缺口，还要面临帽子叔叔对他资金往来的查验。绝望之中，他想起了我。林娇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疯狂冲向我租住的旧公寓。当他气喘吁吁地撞开公寓大门时，却发现早就空无一人。与此同时，林曼所在的公司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我抛出的那些致命的证据，像深水炸弹一样发给了全体股东的邮箱里。股东们连夜召开紧急董事会，将林曼强行押回了公司总部。几十双冒着怒火的眼睛死死盯着林曼。股东将那份债务转移协议狠狠砸在林曼的脸上。林曼，你为了给自己铺路，居然把公司的核心资产全送给了一个骗子。这5个亿的违约债务，白纸黑字写着由你个人全权承担。林曼看着自己的签名，大脑一片空白。他的职场精英形象在这一刻彻底粉碎。他掏出手机，疯狂拨打赵凯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只有冰冷的空号提示音。那个要给他买大别墅的阔少彻底人间蒸发了。在面临5个亿的巨额赔偿时，他突然想起了我。他颤抖着双手拨通了我的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他立刻换上了一副哭腔。沈渊，我被赵凯骗了，你一定要救救我。我们还没有领离婚证。这5个亿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赶紧用你的技术把账面平掉好不好？他到了这种时候，居然还妄想拉我下水。我听着电话里那恶心的哭诉声，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了最后一行攻击代码。林曼，你似乎忘记了我在离婚协议上面附加的隐藏条款。你签下字的那一秒，我们的财务关系就已经彻底切割。对了，你现在最好查一下你名下的账户。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顺手将他的号码拉入黑名单。林曼在会议室里慌乱地打开屏幕上弹出的画面让他不可置信，他私人账户里攒的几百万存款，就在1分钟前被法院全额划扣，1分钱都没有给他留下。他终于体会到了那种大起大落的感觉。第二天清晨，暴雨疯狂地冲刷这座城市。林曼在豪华公寓的真皮沙发上彻夜未眠，5个亿的违约金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无法呼吸。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粗暴的砸门声，林曼猛地跳了起来。几名穿着制服的银行高管带着工作人员破门而入，他们手里拿着强制执行的批文。带头的银行高管说道：“林女士，你的名下账户已经出现严重违约，这套房产现在被依法查封，请你立刻收拾基本的换洗洗物离开这里，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林曼疯了一样冲上去，试图抢夺那份查封批文。你们凭什么查封我的房子？
那5个亿明明是赵凯弄出来的，我是被冤枉的。你们去找赵凯要钱啊！凭什么来查抄我的家？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将他请出去，根本不听他的狡辩。这套公寓是他曾经用沈渊的工资还有奖金一点点填满的。此刻柜子里的限量版包包全部贴上了封条，现在连一个喝水的水杯都不允许他带走。林曼无奈地站在自家门口，走廊里站满了看热闹的邻居，所有人都对着曾经的业务经理指指点点。之后，林曼捂着脸在暴雨中拼命奔跑。他现在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大姨子林娇的破旧出租屋，他要把怒火发泄在这个蠢货大姨子身上。如果不是林娇的贪婪无厌，非要得到沈渊那30万的定金，他就不会为了填补窟窿去签那份债务转移协议。而此时的林娇比林曼还要凄惨，她在看守所门外蹲守了整整1夜，不仅没有见到弟弟林强，反而被一群催债人堵在了小巷子里。林娇为了给弟弟凑齐那辆跑车的首付，偷偷借了地下钱庄30万的高利贷，现在跑车被扣押，弟弟被帽子叔叔抓进去了，这笔高利贷加上利息已经到了惊人的80万。林娇，今天要是拿不出钱，我们就把你送到黑煤养里去挖煤还债。林娇吓得双腿发软，直接跪在泥水里疯狂磕头。各位大哥，求求你们宽限几天，我妹妹是上市公司的经理，她有的是钱，我这就带你们去找她要钱，她肯定会帮我替你们还清的。林娇连滚带爬地逃出小巷，正好撞上了在暴雨中奔跑的林曼。两姐妹在泥泞的街道上狼狈的相遇，没有抱头痛哭，只有互相推诿和恶毒的咒骂。林娇一把抓住了林曼的衣领，林曼，你快点给我30万救命，不然他们真的会弄死我的。林曼反手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林娇的脸上。你这个扫把星还有脸问我要钱？如果不是你到处惹是生非，我怎么会被赵凯那个骗子盯上？现在我连房子都被查封了，你让我拿什么救你？你少在这里装可怜，要不是你嫌贫爱富，非要攀附赵凯，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沈渊当初对你那么好，你却把他扫地出门，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就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在他们身边停下，车门拉开，一个浑身是伤的男人被直接踹下了车。那个男人滚了2圈，正好停在了林曼和林娇的脚边。林曼借着路灯看清了那个男人的脸，顿时吓了一跳，那个被打的人竟然是赵凯。3个小时前，赵凯花重金买通了一个地头蛇，准备乘坐一艘快艇连夜去海外。他的所有账户都已经被我的系统锁死，他身上现在只有几根金条。赵凯像一只过街老鼠一样，在码头的集装箱阴影里穿梭。过了一会，来到了快艇前面。就在他即将跳上快艇的一瞬间，海面上突然亮起10几道刺眼的强光，一艘巨大的豪华游艇出现在前方，直接切断了快艇的所有逃生路线。游艇的甲板上站着2排工作人员，带头的是我身边的高级助理，助理拿着一个高音喇叭喊话：赵先生，你非法转移的3亿资金已经被我们财团全面截留，现在请你上来喝杯茶，交代一下你背后的黑产。赵凯想要转身逃跑，却被身后突然涌出的工作人员按倒在地，他拼命挣扎着大声嘶吼：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知不知道我是谁？我账户里的钱可是海外的货款，你们敢动我就是找死！助理冷笑一声，然后走到的面前。海外，在我们少爷眼里连一群蚂蚁都不算，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惹到我们少爷的头上。赵凯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罪了谁，情急之下只好疯狂求饶：求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们。助理没有理会他的求饶，而是挥了挥手，让工作人员将赵凯拖进游艇的审讯室。经过3个小时的手段逼问，赵凯交代了所有针对林曼公司的布局细节，这些证据已经全部同步传输，然后发送到帽子叔叔的信箱里。现在的赵凯已经失去了一切利用价值，他被扔在林曼和林娇的面前，就是为了让他们看清现实。林曼看着地上的赵凯，然后疯了一样扑上去：赵凯，你这个把我的公司还给我，把我的钱还给我！赵凯虚弱地睁开眼，看着眼前这2个疯婆子，嘴里发出一阵绝望的惨笑。我们都被人耍了，那个幕后黑手简直是个魔鬼，他不仅懂技术，还拥有无法想象的资金体量。林曼，你到底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林曼听到怪物2个字，大脑里猛地闪过沈渊那张脸，他拼命地摇着头，拒绝相信这个可怕的猜测。不可能，沈渊只是个没用的程序员，他连一件名牌衣服都买不起，这一切绝对只是巧合。今天公司的收购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只要我能见到那个神秘的老板，我就能东山再起。林曼的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然后拉起地上的林娇：大姐，我们现在就去公司总部。那个收购老板既然愿意花3个亿买一个空壳公司，说明他看中的是我的业务能力，只要我跪下来求他，一切都有转机。林娇现在只能盲目地跟在林曼身后，两人朝着城市中心的商业 CBD 走去。上午9点整，大楼顶层的会议中心，全城数百家主流媒体和商业巨头齐聚一堂，大家都在猜测这位神秘买家的真实身份，能够在一夜之间调动数亿资金，并完成精准的做空和收购，这种手段在整个商界都是极其罕见的。林曼公司的那些老股东们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焦急地在会场入口处张望，等待着财神爷的降临。就在这时，林曼和林娇出现在了会场门口，他们身上的泥水和高档会场格格不入，门口的工作人员立刻上前将他们拦住。对不起2位女士，这里正在举行重要的签约仪式，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我是这家公司的业务经理，我是今天签约仪式的核心人员，你们放我进去，我要见你们的大老板。老股东们听到动静纷纷走了过来，看到林曼这副尊容，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林曼，你还有脸出现在这里？要不是你引狼入室，公司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步？赶紧滚出去，别在这里给公司丢人现眼！
你们不能过河拆桥。我是来向新老板请罪的，我相信新老板一定会给我一个机会。此时我正站在财团的总部衣帽间里，助理推开门，恭敬地递上一份文件。少爷，会场那边已经全部准备就绪，林曼和林娇也在会场门口被拦下了，是否需要工作人员将他们驱离？不用驱逐，让他们进去。既然他们这么想见那个神秘老板，我就满足他们这个心愿。把他们安排在第一排最核心的媒体席位上。助理微微低头领命退下，我转身走出衣帽间，踏上了直达地下车库的专属电梯。8辆清一色的黑色防弹越野车已经在车库里整装待发，那是财团最高级别的安保车队。我坐进一辆加长版的防弹轿车后座，车队犹如一条黑色的巨龙缓缓驶出车库，朝着 CBD 大楼的方向疾驰而去。10分钟后，黑色的车队停在了 CBD 正门的广场上，数十名工作人员迅速拉开了警戒线，把媒体记者挡在了安全距离之外。会场内的林曼和林娇已经被安排到了第一排的座位上，林曼激动的浑身发抖，紧紧抓着林娇的手。大姐，你看到那个阵仗了吗？这位大老板绝对是真正的手眼通天，只要我待会儿能抓住机会表现自己，我们就能彻底翻身了。林娇也是两眼放光，仿佛已经看到了金山在向他招手。随着主席台两侧的大门被缓缓推开，全场瞬间安静，所有的闪光灯在同一时间疯狂闪烁。我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入会场，聚光灯照在我的脸上，我扬起下巴俯视着台下那一双双震惊的表情。林曼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她感觉自己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捏住。大姨子林娇下的双腿发软，直接跌坐在红毯上。曼曼，我是不是眼花了？台上那个人怎么那么像沈渊？林曼的大脑彻底失去理智，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我：“沈渊，你这个不要脸的疯子，立刻给我滚下来！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要是搞砸了收购仪式，我们全家都要给你陪葬！”数百名媒体记者和商界大佬全部转头看向林曼，无数的摄像机瞬间调转方向，对着他疯狂拍摄。林曼不仅没有感到羞耻，反而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大局。他转头冲着门口安保的工作人员说道：“你们赶紧把这个冒牌货抓起来！他是我那个窝囊废老公，根本不是什么大老板。”工作人员听到呼喊后迅速跑过来，林曼以为马上就能立下大功，可是那些工作人员并没有冲向主席台，而是直接走到林曼和林娇的身边，将他们死死地按回了座位。高级助理冷着脸走到舞台中央，全场肃静，收购签约大典现在正式开始，请允许我隆重介绍我们财团的唯一继承人，同时也是本次全资收购案的最高决策人沈渊先生。高级助理的话像一颗炸弹，席卷了整个会场。台下的商界大佬们纷纷起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媒体记者的闪光灯交织成一片白色的网。林曼被2名工作人员按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他把这2天发生的事情串联了起来：林强那辆突然熄火被突然锁死的跑车，赵凯被拦截的海外账户，还有那套凭空出现的拦截系统。这一切都不是巧合，而是出自眼前这个男人之手。林曼浑身剧烈颤抖着，他终于明白自己亲手弄丢了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我站在主席台中央，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对姐妹，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我抬起右手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打开大屏幕，让我们的前任业务经理看一场好戏。身后那块占据整面墙壁的巨型屏幕瞬间亮起，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资金流向的追踪图，正中央写着30万定金的字样。我指着屏幕上的红色箭头，大家请看这笔30万的资金去向。林娇女士声称这笔钱是给她弟弟购买婚车的定金，但实际上这笔钱在进入车行账户后停留不到3秒，就立刻被转入了一个空壳公司。大屏幕上的画面迅速切换，是赵凯私人会所的监控录像，录像里清晰播放着赵凯把林娇一脚踹开的画面，还有赵凯亲口承认那30万是赃款的高清原声。台下的媒体记者开始疯狂记录，这绝对是今年商界最轰动的丑闻。大姨子林娇看着屏幕上自己的卑微模样，绝望的捂住脸，在座位上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已经彻底完蛋了。那些追债的地下钱庄看到这个新闻，绝对不会放过她，但这仅仅只是我为他们准备的第一份大礼。我再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屏幕画面再次变化，那份印着林曼手印的协议被放大，协议的每一个霸王条款都被标注了醒目的红框。原本还在看热闹的老股东们瞬间炸开了锅，他们指着林曼的鼻子指责道：“林曼，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叛徒，简直丧心病狂！你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居然把公司的生死存亡当儿戏！这5个亿的违约金，你今天必须1分不少的吐出来！”林曼被股东们的怒火吓得面如死灰，他挣脱束缚，连滚带爬的冲向主席台。他趴在舞台边缘，仰起头看着我，脸上挂满虚伪的泪水。沈渊，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们还做过3年夫妻，你救救我好不好？只要你帮我偿还这5个亿的债务，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看着这个满眼都是算计的女人，此刻像一条狗一样趴在脚下，我的内心出奇的平静。我蹲下身平视着她那双眼睛。林曼，你似乎忘记了昨天早上在公司大堂发生的事情。递给我那份离婚协议书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你说只有赵凯才能给你大别墅，我说的每一个字如同利刃般扎在他心上。林曼拼命地摇着头，伸手想要抓住我的裤腿，可我不给他机会。我站起身，拿着一份文件，那正是我昨天签下名字的离婚协议书原件。我将协议书直接展示给台下的所有媒体和股东。林曼女士在签下这份债务转移协议之前，就已经用这份协议书和我切断了所有的法律关系。条款明确规定，我净身出户，不承担她的任何债务，所以这5个亿的巨额赔偿
将由他个人全额承担。此话一出，林曼最后的一丝幻想被彻底粉碎。他终于明白我昨天为什么会签得那么痛快。我不仅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他反而亲手斩断了唯一可以依靠的大树。就在林曼绝望到即将昏厥的时候，会场的大门再次被推开，一对帽子叔叔快步走进大厅。领头的帽子叔叔走到主席台前，出示了拘捕令。林曼女士，我们掌握了确凿证据，你涉嫌参与一桩涉及3亿元的案子，请你立刻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林曼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他突然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他笑自己瞎了眼，笑自己贪得无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2名帽子叔叔将他从地上架了起来，大姨子林娇此时也被一起戴上手铐。就在他们即将被押出会场大门的那一瞬间，我拿着麦克风淡淡的补充了一句：忘了告诉你们，赵凯昨天半夜在偷渡码头已经被帽子叔叔抓获了，他把你们姐妹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交代得清清楚楚。林曼和林娇的脚步猛地一顿，紧接着2人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哭喊声。那哭喊声在空旷的大厅里久久回荡，却无法激起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一场用来算计我的阴谋，终于以他们画上了句号。我转过身，面对着台下那群股东。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公司的收购价格了。全场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结果。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股东们，现在个个如履薄冰。如果我不出面接盘这个烂摊子，他们手里持有的股票明天一早就会变成废纸。一名最大的持股人站了起来：沈董事长，我们愿意以市场最低价转让所有股份，只求您能高抬贵手，给公司留一条活路。我冷眼看着这群被吓破胆的老油条，直接在主席台的电子签约板上输入了一个数字，大屏幕上瞬间跳出一个刺眼的1元硬币图标。你们的数据库密钥还在我的手里，1元钱全资收购所有股权，外加承担你们目前的债务，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考虑。签还是不签？这个价格简直是对所有股东最大的羞辱，但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一旦我拿着密钥转身离开这里，他们面临的将是倾家荡产，甚至锒铛入狱的下场。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第一排的几个小股东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直接冲上台按下了自己的指纹。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抵抗，选择了妥协。不到1分钟的时间，这家市值曾经高达10亿的上市公司，以1元钱的白菜价彻底并入了我名下。我看着大屏幕上100%的控股比例，心中却没有预想中的那种狂喜。这场复仇虽然酣畅淋漓，但也彻底埋葬了我过去3年的青春。高级助理走上台，递给我一份全新的资产重组计划书。少爷，所有法律程序已经走完，这家公司现在完全属于您一个人了。我接过计划书，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扔在了桌子上。明天开始对这家公司进行全面裁员和重组，凡是曾经跟在林曼身后的人，一个不留。我要让这里彻底变成自己的绝对领域。助理恭敬地鞠了一躬，转身去安排后续的工作。会场里的人群开始陆陆续续的散去，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主席台上，看着窗外这座被雨水冲刷的城市。我的复仇计划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接下来我要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去清理那些深处的毒瘤和寄生虫。林曼和大姨子虽然已经被送进了看守所，但他们背后那个庞大的伏地魔家族还不知道大难临头。林曼的父母昨天还等着住进大豪宅，他们一直在利用林曼吸我的血，去供养那个不争气的儿子。现在是时候去敲开他们家的大门，给这对贪得无厌的老夫妻送上一份终生难忘的催命符了。离开国际金融中心后，我坐进那辆黑色的防弹加长轿车，前往一个城郊的富人区。林曼的父母一直住在那栋价值半个亿的豪华别墅里。这栋别墅表面上是林曼用高管年终奖租下来的，实际上那笔年终奖是我暗中通过风投发放过去的。我已经买下了这栋别墅的绝对产权，就是为了让林曼在家人面前保留那份可笑的虚荣心。这3年来，这对老夫妻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提供的一切，却在饭桌上对我冷嘲热讽，把我当成一个随时可以一脚踢开的垫脚石。现在是时候收回属于我的一切了。半个小时后，车队停在了别墅的大门外，我推开车门，独自走上熟悉的大理石台阶。客厅的落地窗敞开着，里面传来一阵阵得意的笑声。岳母正指挥着几个家政人员把昂贵的瓷器装进纸箱。你们都给我小心点儿，这可是赵少爷送来的古董，碰坏了一点皮，你们赔得起吗？等我们搬进大别墅，就把这些旧东西全扔了。岳父坐在真皮沙发上，正悠闲地喝着上等的茶叶。还是曼曼有眼光，找了赵公子这么有实力的金龟婿。那个沈渊算个什么东西，连给赵公子提鞋都不配。我站在玄关处听着他们的对话，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我迈着平稳的步伐直接走进了客厅，皮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岳母听到脚步声转过头，看到是我之后，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厌恶和刻薄。沈渊，你个不要脸的，怎么还有脸来这里？曼曼昨天已经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了，让你净身出户，你是不是没地方住？跑过来想跟我们要遣散费啊？岳父重重地放下手里的紫砂茶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长辈姿态。沈渊啊，做人要有点骨气，你和曼曼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别再死皮赖脸的纠缠了。赵公子马上就要人来接我们了，你赶紧走，别弄脏了我们家的地毯。我没有理会他们的驱赶，径直走到客厅的中央，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我的眼里透着一股不容直视的压迫感。你们今天是等不到了，不过一会儿应该会有一辆押解车经过这里。岳母听到这话顿时跳了起来，她冲到我面前指着我破口大骂：你个穷酸货，敢咒我们！
你是不是嫉妒曼曼马上就要成为上市公司的大老板了？你这种一辈子只能在敲代码的货色，永远也体会不到有钱人的快乐。我看着他那张贪婪的脸，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微型遥控器，对着客厅那台超大屏幕电视按下了开关。电视屏幕瞬间亮起，画面正好切到了本市午间新闻的特别直播频道。屏幕下方滚动着一行醒目的红色加粗标题：本市破获特大跨国商业诈骗洗钱案。岳母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电视里已经传出了新闻女主播清晰洪亮的声音。今天上午，本市警方展开雷霆行动，成功打掉一个以赵某为首的团伙。嫌人赵某在偷渡潜逃时被帽子叔叔当场抓获，同时落网的还有林某娇以及林某曼。随着主播的播报，电视屏幕上放出了一段高清的抓捕现场画面。画面中，赵凯被押上车，紧接着镜头一转，林曼和林娇戴着手铐从 CBD 被押出来。林曼头发散乱，眼神空洞，林娇则在拼命地对着镜头哭喊求饶。客厅里的空气在这一刻仿佛被抽干。岳父手里的紫砂茶杯砰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滚烫的茶水溅在他的裤腿上，但他却毫无知觉。岳母死死地瞪着电视屏幕，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他浑身剧烈颤抖着，拼命摇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曼曼今天是去参加全资收购大典的，她马上就是亿万富翁了，这是假新闻。沈月，这一定是你用电脑合成的假视频，对不对？他疯了一样冲向电视机，试图把屏幕砸碎。我坐在沙发上，语气冰冷：不用白费力气了。你们的宝贝女儿不仅没当成亿万富翁，还签下了一份个人承担5个亿违约金的债务协议。她现在已经被送进了第一看守所了。岳父听到5个亿这个天文数字，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地毯上。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色瞬间沉了下来。5个亿？怎么会这样？赵公子不是说好要注资的吗？强子呢？我儿子强子去哪里了？我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对可悲的老人。你们那个买跑车的宝贝儿子，昨天晚上就已经因为被帽子叔叔带走了。他买车用的那30万定金，全都是赵凯骗来的脏钱。你们全家现在已经成了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岳母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豪门美梦已经彻底破灭。她引以为傲的孩子们，全部在短短不到24个小时内成了阶下囚。她突然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我。沈月，既然你早就知道赵凯是骗子，你为什么不提醒曼曼？你还是不是人？你眼睁睁看着我们全家往火坑里跳，你赶紧去向帽子叔叔求情，说那些钱都是你借给他们的。你必须替曼曼把这5个亿的债务还清，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到了这个时候，他居然还在道德绑架我，我简直要被这种无耻给气笑了。我拿出那份离婚协议书扔在地上，看清楚了，昨天早上林曼为了和赵凯双宿双飞，逼着我签下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从那一刻起，你们全家的死活就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你们为了攀附权贵，把我当成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现在凭什么要求一个垃圾来拯救你们？岳父连滚带爬地扑过来抱住我的大腿，他老泪纵横地开始打起了感情牌。沈渊啊，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可曼曼毕竟跟了你3年，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不是懂电脑吗？你一定有办法把公司的账目抹平的。只要你救出曼曼，我们以后一定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我一脚将他踹开，眼神冷得像冰。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这家让林曼背上5个亿债务的上市公司，就在1个小时前已经被我用1元钱的低价全资收购了。我就是那个在幕后主导了一切的神秘买家，也是亲手把你们全家送进监狱的人。这个真相如同晴天霹雳，狠狠劈在2人的头顶。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那个被他们辱骂了3年，踩在脚底下的无能女婿，竟然是掌控着整座城市经济命脉人。岳母两眼一翻倒在地上，她颤抖着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你居然是财团老板，你一直在骗我们！我懒得再看他们这副恶心的嘴脸，我转身走向门口，对着守在外面的高级助理打了个手势。10几名工作人员立刻涌入客厅，把这2个人给我扔出去。这栋别墅的产权属于我名下，这里面的一草一木他们都不配带走。工作人员立刻上前架起岳父和岳母，像拖拽2袋垃圾一样将他们往门外拖去。岳母在剧烈的挣扎中，终于彻底撕下了虚伪的面具。她一边踢打着工作人员，一边冲着我疯狂咆哮：沈渊，你不能这么对我们！你当初答应过林老太爷要照顾我们一辈子的。你要是敢把我们赶走，我就把你爷爷当年的丑事全部曝光给媒体，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你们沈家是个什么样的家族！我的脚步猛地停住在原地，眼中闪过一丝冰冷彻骨的杀意。我缓缓转过身，看着那个被按在地上的泼妇。爷爷当年的离奇车祸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疑团。这个贪婪的女人怎么会知道沈家的内部机密？这场看似简单的家庭复仇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个更加庞大且黑暗的惊天阴谋。我重新走回客厅，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一场针对隐藏真相的极限审判，即将在这个雨后的午后彻底拉开帷幕。我抬起手示意工作人员退下，工作人员立刻松开了岳母，推到一旁。岳母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大口喘息。她额头上的冷汗显得狼狈不堪，但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一种疯狂且得意的光芒。她以为自己手里握住了一张足以保命的好牌，脸上重新浮现出那种令人作呕的贪婪。她扶着沙发边缘慢慢站了起来。沈渊，你以为你有钱就能把我们一家赶尽杀绝吗？15年前你爷爷在环山公路上的那场车祸根本不是意外。你要是想知道真相，就立刻替曼曼还清那5个亿的债务，还要给我们准备5000万的现金和2张飞往海外的机票。只要我们安全离开，
我自然会把那个秘密告诉你。客厅里的空气在这一刻瞬间凝固，岳父听到这番话吓得浑身哆嗦，连滚带爬地躲到沙发角落。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竟然还隐藏着如此可怕的秘密。我坐在单人沙发上，眼神冰冷的像是在看一个死人。15年前那场车祸夺走了我爷爷的生命，警方最终的调查结论是车辆刹车系统老化，导致他意外坠崖。但我一直怀疑这是一场针对我们家族核心人物的阴谋，只是苦于当年技术落后，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没想到突破口竟然会出现在前岳母身上。我没有理会他的威胁和勒索，而是平静地拿出一台微型电脑。我将电脑平放在茶几上，打开了系统的最高权限，手指在纯黑色的虚拟键盘上快速敲击出一串串复杂的底层代码，系统瞬间接管了全球的医疗档案加密网络。我没有抬头看他，声音却透着刺骨的寒意。继续说下去，你要是敢撒谎，我会让你生不如死。岳母以为我妥协了态度，变得更加傲慢无礼。她双手抱胸，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当年我在私立医院当护士，专门负责高级病房的日常护理，有人偷偷找到我，给了我整整500万的现金，买断了你爷爷所有的身体检查数据和出院后的详细出行路线。我把路线卖给了他们之后，第2天你爷爷就出事儿了，这可是能让你倾家荡产的秘密，你最好乖乖按我说的做。我听着他的供述，手指上的动作越来越快，屏幕上无数的数据流像瀑布一样疯狂倾泻。我直接调出了15年前那家私人医院所有的人事档案和资金流水，在一堆繁杂的陈年旧账中锁定了一个已经被注销的海外虚拟账户。系统顺着那笔500万的转账记录开始逆向追踪，这笔钱经过了海外10几个不同国家的账户，最终指向了一个名为暗影的海外财团。所有的交易明细和转账回执被我瞬间提取固化成了电子铁证。我按下回车键，将这些铁证直接投射到客厅的超大屏幕电视上。电视屏幕上赫然显示着岳母当年收受500万的高清银行流水，甚至还有他当年在地下钱庄兑换支票时留下的模糊监控截图。岳母看着屏幕上那些不容狡辩的证据，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她瞪大着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地指着电视屏幕。这怎么可能？这些记录明明已经被他们彻底销毁了，你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把15年前的旧账翻出来？我合上电脑，站起身，一步步走到他的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这个为了500万出卖良知的帮凶。你以为躲在时间的背后就能掩盖你参与谋杀的罪行吗？你不仅是个贪得无厌的人，还是个愚蠢透顶的罪人。你刚才的那些话已经被我同步上传到了云端证据库，连同这些银行流水一起发送给了帽子叔叔的专案组。岳母听到帽子叔叔4个字，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上。她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威胁变成了将自己锒铛入狱的铁证。她原本是想用这个秘密换取全家人的下半生荣华富贵，却没想到我根本不受她的任何胁迫，直接用技术扒光了她的底牌。躲在角落里的岳父此时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像疯了一样冲过来，一巴掌狠狠抽在岳母的脸上。你这个丧门星，你居然敢参与谋杀财团的老董事长！你拿了500万自己偷偷藏起来，居然还害得我们全家跟着你陪葬！我要跟你离婚！我根本不知道你干的这些丧尽天良的丑事儿。岳母和岳父扭打在一起，两个曾经在饭桌上对我指指点点的长辈，此刻像2条野狗一样互相撕咬。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家庭尊严，在这一刻荡然无存。别墅外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警笛声，3辆闪烁警灯的巡逻车停在了大门外，10几名帽子叔叔迅速冲进客厅，控制了现场。带头的帽子叔叔向我微微点头致意后，转头看向地上的2人。你们涉嫌参与15年前的一宗案子，以及巨额敲诈勒索，所有的证据我们已经合成无误，请立刻跟我们走一趟。岳母拼命的挣扎，想要抱住我的大腿求饶，却被工作人员无情的戴上了手铐。岳父也被一起押出门，他们一路上哭爹喊娘。这栋曾经装满他们虚荣心和贪婪欲望的豪华别墅彻底空了。这一家5口人在短短24小时内全部被送进了冰冷的铁窗。他们用最极端的贪婪换来了最彻底的家破人亡。这本该是复仇计划最完美的终点，但我看着大屏幕上那个名为暗影的标志，心中的怒火反而燃烧得更加猛烈。系统的底层追踪代码还在继续运行。我将赵凯那家空壳公司的股权架构进行了全网比对，结果显示赵凯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这个暗影财团。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彻底串联成了一个庞大的惊天阴谋。原来林曼和林娇被骗并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暗影财团为了试探我的底细，精心策划的一场连环局。15年前他们用500万买通了林曼的母亲，制造了车祸。15年后他们又用同样的手段买通了林曼和林娇，试图通过做空林曼的公司来逼我暴露出财团的核心资金链。他们以为躲在海外操纵几颗棋子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吞并我的帝国，却不知道他们这种卑劣的手段已经彻底触犯了我的逆鳞。我拿起桌上的对讲机接通了高级助理的专线，立刻召集财团所有的核心技术骨干和资产清算团队，锁定暗影财团在全球范围内所有资金节点和服务器，我要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全面打击。电话那头传来助理的回答：明白，少爷，我们已经等这一天等了整整15年了。我挂断对讲机，大步走出这栋令人作呕的空别墅。外面的暴雨终于停歇，乌云裂开了一道缝隙，阳光洒在积水的路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我的复仇才刚刚进入真正的高潮，那个隐藏在黑暗中害死我爷爷的终极黑手，我要让他们在绝对的实力碾压下，品尝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我坐在财团地下100米的终极指挥中心里，面前是环绕式的上百块巨型电子屏幕，上千名顶尖数据分析师和操盘手严阵以待。这是我为暗影财团准备了15年的屠宰场。屏幕上的全球股市大盘刚刚宣布开盘，暗影财团的资金疯狂
狂涌入。他们调集了超过500亿的庞大游资，试图在开盘的第1秒钟直接做空我名下的核心旗舰企业。大屏幕上的红色数据线如同断崖般垂直下落，整个指挥中心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的操盘手都在紧张地盯着我，等待反击的指令。我端起桌上的黑咖啡，轻轻抿了一口，眼神中没有任何波动。放开所有的外围防御端口，让他们把钱全部砸进来。助理站在我身后，迅速将指令传达给各个交易大厅。财团的防御系统瞬间门户大开，暗影财团的资金如同洪水汹涌而入。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撕开了我商业帝国的最后一道防线。暗影财团的技术团队同时发起了网络攻击，试图瘫痪我们的内部通讯和交易结算中心。我放下咖啡杯，双手附上那架特制的机械键盘，系统的终极反制程序在这一刻被我彻底激活。我没有选择被动防御，而是直接顺着他们的攻击节点逆向突袭。我的代码如同无数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暗影财团的多重防火墙。他们的500亿资金在进入我们核心资金池的瞬间，被我提前设置好的数字彻底锁死。那些滚动的财富数字在屏幕上瞬间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乱码。远在海外的暗影财团首脑此刻一定已经慌了神，他们试图紧急切断网络进行物理隔离，但这根本无法阻止深渊系统的全面渗透。我敲击下最后一行强行夺取权限的终极指令：暗影财团全球所有的隐秘服务器底层控制权全部落入我手。大屏幕上瞬间弹出了数以万计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他们这15年来犯下的所有罪恶，每一笔账目背后都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我迅速调出了15年前关于我爷爷那场车祸的完整交易档案，档案里清晰地记录了他们收买林曼母亲的整个过程，甚至还有车祸现场被他们掩盖的真实勘探报告。我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心中压抑了15年的怒火彻底释放。把这些所有核心证据打包压缩，同步发送给国际帽子叔叔。我要让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无路可逃。系统以光速完成了所有证据的加密传输，国际帽子叔叔立刻在全球展开了雷霆收网行动。暗影财团的数百个海外空壳公司被瞬间查封冻结，那些隐藏在幕后的财团高管，一个个在睡梦中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暗影财团的上市主体在股市上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性打击。我手下的操盘手们将截获的500亿资金作为武器，反向对他们所有的关联产业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全面做空。仅仅用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这个盘踞在全球地下金融界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所有的股价全部跌破底线，直接面临强制退市清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我全胜的姿态落下了帷幕。半个月后的法院审判大厅内，这是对林曼一家5口进行最终宣判的日子。我坐在旁听席的最后一排，静静地看着这场迟来的审判。林曼一家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绝望和灰败，再也找不到半点曾经在饭桌上对我颐指气使的嚣张气焰。审判长敲响了手中的法锤，声音在大厅里威严回荡：全体起立，现在宣判。林曼听到这几个字，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工作人员的手臂上。他拼命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眼泪鼻涕流了满脸。他终于为自己15年前的贪婪付出了最沉痛的代价。林父闭上眼睛，任凭老泪纵横。他现在连肠子都悔青了，却再也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林曼猛地抬起头，绝望地在旁听席上疯狂搜寻我的身影。当他看到我平静的面容时，他不顾一切地向着我的方向大声哭喊：沈渊，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看在我们过去3年夫妻情分的份上，救救我吧。我不想坐牢，我在里面1天都活不下去了。2名工作人员立刻上前将他强行按回了原位。我没有理会他的哀求，只是冷冷地看着他。3年的夫妻情分早就在他递出那份离婚协议时被他亲手斩断了。林娇和林强这对姐弟在被告席上互相埋怨谩骂，林娇指责弟弟是个拖油瓶害了全家，林强则痛骂姐姐贪得无厌，才惹来了这场弥天大祸。曾经自诩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此刻在法庭上上演着最丑陋的狗咬狗闹剧。审判长再次敲响法锤，制止了他们的争吵。这5个人被工作人员排成一列，强行押出法庭，等待他们的是漫长而黑暗的铁窗生涯。那些被他们挥霍的财富和引以为傲的虚荣，最终化作了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沉重枷锁。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身上的黑色定制西装，转身走出了这座象征着法律与正义的庄严建筑。门外的阳光格外刺眼，微风吹散了连日来的阴霾。大雨过后的西郊陵园里显得格外宁静。我手捧着一束洁白的菊花，缓步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路上，停在了一座庄严肃穆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前。墓碑上爷爷的遗像依然带着那种慈祥而睿智的微笑。我将那束菊花轻轻放在墓碑前，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法院的判决书和暗影财团的破产清算报告。我拿出打火机，点燃了这2份沉甸甸的文件，看着火苗将纸张一点点吞噬，化作灰烬，随风飘散。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着那个疼爱我的老人倾诉：爷爷，您的仇我终于全部报了。那些在背后的毒瘤已经被我连根拔起。那个曾经试图摧毁我们家族的暗影财团，彻底成为了历史。贪得无厌的林家也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制裁。您可以安息了。我站直身体，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过去3年的蛰伏与隐忍像一场漫长的梦境，现在梦醒了，所有的黑暗都被驱散得一干二净。我转身顺着来时的路大步走去。陵园外几10辆黑色的防弹越野车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侧。高级助理拉开最中间那辆轿车的车门，恭敬地低头等候。财团的无数高管和核心骨干都在等待着他们真正的领袖回归。我坐进车内，看着窗外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属于我的商业帝国，在经历了烈火淬炼后，将变得更加不可摧毁。我将带领着这个庞大的团队，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飞机降落在南方小城时是清晨，海风裹着野花的清甜灌进领口。我换上一身普通休闲装，在老城区找了间干净的民宿住下。傍晚沿着斜坡小路晃到海边，这片沙滩没有游客，只有几艘搁浅的旧渔船。夕阳把海面染成一片浓烈的橘红色。沙滩上蹲着一个女孩，正用木棍在湿沙上写着什么。走近才看清是几行数学公式。他写完不满意，用脚抹平了重新写。海风把他的碎发吹得满脸都是。他抬手胡乱拨开，露出一双干干净净的眼睛。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挺奇怪的，跑来海边写作业？没有，
只是没想到这里会有人。图书馆占不到位置，这儿安静。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沙，白 T 恤牛仔裤，帆布鞋洗得泛白，肩上挎着鼓鼓的帆布包。他把碎发别到耳后，冲我笑了一下。外地来的吧？这地方连本地人都嫌远。过来散散心。那你找对地方了。这座小城别的没有，安静是真的。他把笔记本塞进包里，拉链卡住了，拽了2下没拽动，干脆不管了，往肩上一甩。走吧，带你从礁石那边绕，有小路通老城区。他步子轻快，帆布鞋踩在湿礁石上稳稳当当，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马尾便被海风吹得左右摇晃。你是做什么的？敲代码的。程序员啊，难怪看起来闷闷的。语气里没有偏见，只是单纯打趣。你呢？大4，数学系，论文被导师打回来3次了。他说着自己先笑了，眉头却还皱巴巴的。小路尽头是一排老居民楼，他在一栋楼下停住。我到了，你住哪里？前面巷子的民宿。他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下，耳朵尖悄悄红了一截。明天下午我还会来海边写论文，你要是还在，说不定又能碰到。说完自己先愣了一下，但还是坦然地等着我回答。我点了点头。好，明天应该还在。他冲我笑了一下，转身推开老楼的铁门，楼道里声控灯亮起昏黄的光。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那片沙滩，他盘腿坐在沙子上，膝盖上摊着笔记本，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我走到他旁边坐下，他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你还真来了，我以为你昨天只是客气。我说了会来。那你先自己待会儿，这段推导马上就完。他低头继续写，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响。过了10分钟，他忽然把笔往沙地上一拍，推出来了。我就说这个边界条件可以简化。他转过头，一脸兴奋。走走走，请你吃东西，庆祝我攻克论文难关。他带我去了老城区一家藏在巷子里的糖水铺，2碗椰奶冻端上来，他埋头吃得很认真，嘴角沾了椰浆，自己浑然不觉。怎么样？很好吃。你这人夸东西是不是只会说这3个字？确实好吃。行了行了，不为难你了。从那天起，我每天下午都去沙滩。他有时候推导公式，有时候修改格式，有时候干脆躺在沙滩上看天发呆，偶尔会突然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沈渊，你说人为什么要工作？沈渊，海的那边是什么？他叫我名字时尾音总是微微上扬，像在唱一首轻快的歌。那些在财团总部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东西，那些过去3年积攒的屈辱和疲惫，在这片沙滩上被他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一点一点冲刷干净了。1个星期后，论文终于提交。他在沙滩上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自由了，沈渊今晚请你吃饭，不许拒绝。他带我去了老城区一家没有招牌的私房菜，菜端上来意外的精致。他点了一桌子，还自作主张给我碗里加了满满1碗。这个是招牌卤鹅，这个鱼丸是手打的，你尝尝。我低头吃了一口，确实弹牙鲜甜。怎么样？很好吃。他翻了个白眼。我就知道。吃过饭，我们在石板路上慢慢走。老城区夜晚没有光污染，星星一颗一颗亮得很清晰。苏念和忽然开口，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沈渊，你是不是要走了？我沉默了几秒。明天早上的机票。他嗯了一声，步子没停，低着头看自己的帆布鞋尖，一步一步踩过青石板。我就知道，你这种人一看就不会在这里久待。他的语气还在努力保持轻快，但握着帆布包带子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我停下脚步看着他。苏念和，我不是来告别的。他眨了眨眼睛。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想问你，等我处理完一些事情，还能不能回来找你？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海风吹过巷子，把他额前的碎发吹得轻轻晃动。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我这次没有隐瞒。我家里有一些产业，前阵子刚处理完一桩旧事。那你是坏人吗？不是。你家生意犯法吗？不犯法。他歪头想了想，很认真地点了一下头。那就行了。你家产业多大是你家的事儿，跟我认识你这个人没关系。他说的理所当然，好像面对的不是什么财团继承人，仅仅是那个在海边陪他做了1个星期的闷闷的男人。我3年前结过一次婚。他愣了一下，安静地听。我把那3年告诉了他，隐姓埋名的婚姻，每个月7000工资要还5800车贷，饭桌上的冷嘲热讽，以及最后那场将所有人送进铁窗的复仇。他听完沉默了很久，只轻轻说了一句：沈渊，你以前吃了好多苦。没有虚伪的安慰，只这简简单单几个字，就把过去所有被羞辱、被践踏的痛楚一并接住。我忽然觉得眼眶发酸。他从帆布包里翻出笔和便利贴，就着路灯昏黄的光，在上面写了一串号码，然后拉起我的右手，啪的一声拍在我掌心里，字迹清秀工整，右下角画了一个无穷大的符号。这是我的手机号，这个符号的意思是，不管多久，我都等你来找我。他耳朵尖红的快要滴血，但眼睛直直看着我，没有躲闪。我把便利贴折好，放进贴胸口的口袋。等我。等你。第二天清晨，我登上飞机，他没有来送我，说今天要去给学生补课，但我知道他是怕2个人站在机场不知道说什么。回到财团总部后，我一头扎进堆积如山的公务，暗影财团残局需要清理，被做空的资产需要整合，爷爷留下的产业版图需要重新规划。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但一有空就给苏念和发消息，他每次都回得很快，像在手机那头守着一样。答辩通过了，导师终于放我毕业了，我找到工作了，在城区中学当数学老师。你是不是又加班到半夜？黑眼圈快撂到下巴了。
他偶尔发来海边的照片，还是那片沙滩，夕阳还是那么浓烈的橘红色，只是沙滩上少了一个坐在他旁边的人。2个月后，我终于处理完所有必须亲自出面的事务。助理在最后一次董事会上宣布，财团日常运营由职业经理人团队全权负责。散会后，助理忍不住问：少爷，您接下来打算去哪里？去还一个人情。傍晚，飞机再次降落在那座南方小城，海风还是那股熟悉的咸味，石板路还是被夕阳晒得温热。我没有提前告诉他，直接去了那片沙滩。远远就看到他坐在那里，膝盖上摊着一沓试卷，手里握着红笔在批改，马尾辫扎得利利落落，白 T 恤牛仔裤，光着的脚丫埋在沙子里。我走到他身后，影子落在试卷上，他头也没抬。妈，你别催了，我一会儿就回去吃饭。苏念和。他的红笔顿住了，猛地转过头，眼睛里的惊讶一点点化成了笑意，不是狂喜，也不是激动，而是一种笃定的如愿以偿，像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